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目前所焦虑的事情结果如何？你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目前这种焦虑和浮躁的情绪状态？那在我们有4组牌，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或者说视频下方的评论留言领取好运，它都会帮助你们抵御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负面的能量，或者说增强你们的未来的运势。那大家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呢，我看到第1组牌，第1张塔罗牌它就是节制。可能说你们现在目前的情绪状态特别的焦虑、浮躁。那么塔罗的这张牌其实告诉你，你现在要克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因为焦虑和浮躁并不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或者说加速你得到你想要的某个结果这个过程。而第2张牌呢，你们现在正在因为自己的这种焦虑，其实是会让自己不太开心因为太阳牌的逆位。你们在焦虑某件事情或者等待某个结果的时候呢，你们也会有一点点手足无措。那么这张宝剑8呢，你们现在的眼睛被蒙住，周围插满了宝剑，让你们动弹不得。那我们看一下这3张灵魂神谕卡的带来的信息。第1张是 failure，你们现在其实真正让你们感到害怕的，或者说你们现在真正让你们感到焦虑的，还是害怕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的期待落空，你们害怕失败，害怕目标达不到预期。那么第2张牌它是 blame， 责备你们可能会更多的责备自己，你们会有一些自我怀疑。那么第3张牌它是 discipline， 纪律你们可能在责备自己准备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够自律，或者说没有用尽全力，才会让你们现在变得如此的焦虑。而且呢，这种焦虑和浮躁可能也来源于你们即将做出的某种选择。那么这里出现的这张神谕卡告诉你，在做出选择的过程当中，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也许你们内心当中的某一种渴望或者说指引，它和你们理性要你们做出的那个选择是背道而驰的。也许你们最理性做出的那个选择会让你们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会看起来让你们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去跟随内心当中的那个指引因为它是灵魂帮你做出的选择，它一定是服务于某一个更高级的目的的。请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做出选择。那第2张牌是 trust， 对，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你可以克服目前的这种恐惧与焦虑，相信你会得到一个好结果。那么吸引力法则会把这种相信转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帮助你吸引到你想要吸引的人和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月亮神谕卡它给出的指引第1张牌它就是 meditate and contemplate。你现在如果尝试着去做一些冥想的话，其实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你走出目前这种焦虑不安的现状。那么第2张牌它是 emotions are running high， 你在夜晚的时候会尤其的焦虑、情绪化，那甚至呢可能会让你们失眠、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呢，其实晚上熬夜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你们渴望在黑夜当中寻求一个避难所。那么第3张牌它是 work through your fears。 如果你们现在依然在为某件事情努力或者坚持的话，你们要继续去坚持，不要放弃。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短期内看不到回报，又或者说你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不要气馁，你们要克服自己的这种恐惧，要穿越自己的这种恐惧。现在呢，正是你们坚定的信仰接受考验的时刻。那么最后的这张塔罗牌呢，它其实是一张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指引。
圣杯3，你们未来会迎接到某个胜利的时刻，或者说在庆祝某一件事情，你们内心当中所想之事最终达成了你们的期望，你们和友人一起欢呼雀跃这个时刻。你们一定要相信，塔罗牌这组塔罗牌它给你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宇宙会在一个完美的时刻给予你想要的答案，请你保持期待。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第二组牌我看到了这张圣杯。那这张圣杯牌呢，是你们现在对于某个事情或者说某个结果抱有非常非常大的期待，而你们现在期待的某件事情或者说等待的某个结果呢，它会关乎到你们的未来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你们的期待越大，你们也会越发的焦虑和浮躁，而且你们非常害怕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影响到你们的未来。那么这张隐士牌的逆位呢，就是你们现在可能会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或者说自我否定的状态当中，你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你们之前所有的信仰和坚定在某个时刻会受到来自于你们内心的质疑和拷问。但是呢，因为这张牌是逆位牌所以说你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其实并不能够帮助你们成长，反而会过度的损害你们的自信。其实信仰就是不断的相信自己，你们的信仰就是自己，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否定自己。那么第4张牌它是权杖侍卫。那权杖侍卫这张牌它有着很强的火象能量，而又因为你们现在的年龄不足以驾驭这种强大的权杖带来的火象能量，所以就会导致你们自身非常的容易去焦虑和浮躁。有的时候呢，做事情也容易虎头蛇尾，很快的丧失信心与一开始的热情。所以说，为了杜绝你们现在所存在的这种问题呢，你们在做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不断的给自己注入一些信心和信仰，并且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从更长远的规划自己的未来，而不是纠结于短期的变化，急于求成会打乱你们前进的步伐。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龟兔赛跑当中的那只乌龟，脚踏实地的前进，而不是那只兔子3天打鱼2天晒网，跑一跑停一停。那我们来看这3张灵魂神谕卡。第一张它就是 fear， 恐惧，你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你们会在很多时刻想到人生当中的其他可能性，一种害怕错过最对的选择所带来的恐惧，驱使着我们左顾右盼，权衡自己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那同时也会在关系当中充满怀疑。那么这种恐惧其实是在测试你们的内心是否强大到能够应对未来带给你们的种种挑战。那么第2张牌它是 adversity， 困境。你们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低谷或者说困境当中，这也是为什么你们非常急于的摆脱目前的现状而感到十分焦虑的原因。那么同时呢，我也看到了这张月亮神谕卡给你的鼓励，或者说大天使，你在大天使心目当中他想对你说的话 You are good enough。 那么你绝对不是第一个陷入困境的人，而且你绝对也不是一个陷入困境而爬不出来的人。痛苦的是当下，只有熬过去，回头看才能云淡风轻。你们现在所经历的挫折与困境是你们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一种养料，它会鞭策你们更快的成长，但是你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也要对未来有信心，依然要期待远方。那么第3张牌它是 friendship， 友谊。也就是说，一段友情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他们能够帮助你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和焦虑。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你们现在在生活当中需要做出很多的调整。对，因为我看到了这张
月亮神谕卡带来的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你们需要做出很多的改变来调整目前的状态。那么最后一张月亮神谕卡呢 ，prosperity lies ahead， 富足在前方，再坚持一下，接下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要相信你的负担会变成你的礼物，照亮你未来的路。那最后一张牌呢是神谕卡，大天使通过神谕卡告诉你的一个最终的指引就是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你现在呢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说不要怀疑 ，keep doing， 保持你现在所做的事情，请继续坚持。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呢，第三组牌我看到了这张星币8，你们因为或者说你们为了某件事情或者某个结果已经努力了很久很久了，你们在某件事情或者说为了某个结果啊或者考试付出了大量的努力。那我看到了这张圣杯7啊，你们可能是白天越努力，晚上就越迷茫越焦虑啊，因为这是属于你们的焦虑和迷茫，越优秀越痛苦。而且你们一到晚上的话就会胡思乱想，脑子里边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时常的话也会发呆和走神啊，总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到一件事情上面，这也会让你们很痛苦啊，因为你们不仅仅焦虑啊，有的时候还会非常的浮躁。那么第三张牌呢，我看到了这张宝剑10的逆位，那么宝剑10，因为本身宝剑10它这张牌面带来的压力就是扑面而来的。而宝剑10的逆位，这种压力甚至会给你们带来一些生理上的痛苦。而且呢，宝剑10的逆位啊，说明你们现在正处于某一种困境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走不出困境，也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现在的你们急需要重建生活的计划，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锁起来，因为不愉快的情绪它也有意义。如果你逃避这些负面情绪啊，那么这些负面情绪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大声。现在的你们呢，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些自我关怀和自我疏导，你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和压力引导出来。那么可以去户外感受一下久违的烟火气，甚至是去游乐园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同时你们也要打开自己的心轮，发展自己的爱好，多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这样你才拥有了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同时呢，我也看到了这张星币4，你们现在可能有一点封闭自己啊，你们现在需要打开自己的心扉，同时你们要打心底里面相信前方有很多美好等待着你们。那么这两张牌呢，这两张神谕卡是大天使给你的 support，支持和祝福。那第二张牌是 sensitivity， 敏感。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其实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你们对周遭的人和事都非常的敏感啊，也拥有强大的共情能力。但是呢，这会让你们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因为你们太容易感同身受了。那么接下来你们所焦虑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我看到它很快会有一个转机，因为这两张月亮神谕卡 Luck is on your side， 那幸运在你这里。还有呢，就是满月在摩羯座啊 The end of a tough cycle approaches， 困难的周期即将结束，你所期待的或者说焦虑的事情啊，其实马上会迎来一个结果。同时呢，第三张牌 Your hard work is paying off， 你过去所做出的这些努力都不会白费，它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回馈给你啊，请你保持期待，保持憧憬。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灵魂神谕卡Honesty。那么这张牌呢，其实是Nico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要直面自己，不对自己撒谎。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面对自己，因为当你直面自己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一开始往往会有一些失望，因为真实的你可能不像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说潜意识当中那么完美。但是，一旦你能够直面真实的自己，你同时也会从内心当中重新认可自己，而这种认可才能够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自信。即使你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但是当你真正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你就会变得无比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它其实才是吸引力法则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你相信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才会被你吸引而来。所以说，那么这组牌啊，希望这组牌能够给大家一些指引和帮助啊，还有这组牌面上面所带来的一些建议啊，能够帮大家尽快的走出目前的困境。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第4组牌的话，我看到这张命运之轮的正位，你们现在的话可能说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因为你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会不断的重蹈覆辙，而这也是你们焦虑的原因。你们会发现自己好像被一双命运之手无形的操纵着，你们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你们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第2张牌是女祭司你们自身有着非常强力的灵性智慧，你们看起来云淡风轻，其实你们只是把最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了。那么最真实的你自己其实携带了很多的痛苦、焦虑不安、浮躁甚至是抑郁。那么第3张牌它是节制的逆位说明你们一旦情绪陷入到低谷后，你们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事情，甚至有一些自暴自弃，会允许自己放纵在一种娱乐活动当中，可能是疯狂的游戏、疯狂的购物，或者暴饮暴食，晚上不睡觉。那么这种消沉的意志会让你们反感一切，自虐式的折磨自己的精神世界，其实这样往往会让你们陷入到更大的痛苦之中。那么第4张牌呢，它是星币7的正位。你们现在的话可能说学业或者说事业上陷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你们会发现自己怎么努力好像也没有办法实现突破，而这也会让你们非常非常的焦虑和不安。那么我们来看这3张灵魂神谕卡，就是说你们现在陷入到的这种困境会让你们优柔寡断。那么这种优柔寡断 indecision 就是说其实你们对自己还是不够自信，因为紧接的这张牌它也是 doubt， 怀疑，自我怀疑。因为你们长时间没有自我突破或者说你们觉得自己在一个平台期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就会有一点怀疑自我，你们会怀疑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那么第3张牌它是 loneliness， 孤独你们现在的你们是在孤独前行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无力，很无助。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我相信你们可能说很多人目前在孤独的前行。其实当你们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你们一样负重前行他们和你们一样孤独我相信你们会释然很多，而这是你们人生当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时期。这段孤独的时光也会是你们人格成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契机。你的负担最终会变成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也会照亮你的路。那么接下来呢，这3张月亮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Have faith in your dreams。 对于你一直渴望的某件事情或者某个梦想，你现在依然要坚定的信仰你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你需要有一些信仰，现在正是你的信仰接受考验的时刻。那么第2张牌是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就是你以为自己到了一个瓶颈期，其实你每天都在缓慢的进步，只不过那些进步太过微小，以至于你的肉眼察觉不到，或者说感知不到。但是呢，等你回头看自己已经咬牙走过的路的时候，你就会惊讶于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你付出的努力会让你收获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抽到的这2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
目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啊，或者说焦虑、浮躁的情绪。那么第一张牌是 music， 对，你可以通过音乐一些舒缓的音乐来缓解自己这种目前的这种负面情绪释放自己内在的压力。第二张牌是 body work， 对，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瑜伽，或者说冥想，也可以是慢跑。那么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或者说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舒缓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能量，相信能够帮助大家更快的走出目前的困境。那么第三张牌是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你们要以一个更高的格局来看待自己目前所经历的一些负面情绪、困境或者说是焦虑他们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这些负面情绪一定是为了某一个更高级的目的而服务的。那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呢，你们可以云淡风轻的说出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受过的苦，还有这段时间你收获的成长。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